对于磁控软体微机器人的这个仿真，目前我们不管是使用 Console 还是别的有限元仿真的软件，最终针对这种3D 结构比较复杂，特别是磁化排列不一致的这种设计，想要去做它的仿真，其实每次都是需要我们针对这个机器人本体，去对它进行一个重新建模，然后给它划分网络，然后配置参数条件，这个过程应该是相当复杂的，而且每次检索其实都找不到什么很合适并且有参考价值的案例去让我们去做分析。然后每一次换一种设计，换一个本体，这个工作就需要重新再去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且最终能做到的效果，其实大部分也都是一些2维的一些平面展示，然后和我们想要做到的这些3维模型，就是本质上这些3维模型的演示其实是有很大差异的。所以为了让这个事情一劳永逸呢，我们这里其实基于物质点法开发了一种可以专门用于我们这种磁控软体微机器人的一个仿真程序，就是哪怕是类似于这种非常复杂的3维结构，也可以是直接调用然后来调参，不需要每次都重新去配置这个仿真程序。然后接下来我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程序，就是我们首先基于一个这样简单的一个模型去给它做一个验证，就是这个模型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2维折纸结构，然后4个蓝色的区域呢，我们把它认为是呃有混磁材料，然后中间这个灰色区域是不混磁的材料，然后它的磁化方向呢，其实就是沿着这个各个方向向外，是这样一个磁化方向。然后中间这个磁化就没有磁化方向，它的胜磁强度是0，然后把它调用进去，然后开始运行。然后这里运行之后，就可以在这个框里面预览到它的这个逐帧分析出来的这个仿真动画的结果。那暂停之后，它这个窗口的这个视角是可以切换调整，然后我们就给它一个俯视图，然后给它一个侧视图，这样都是可以切换它的视角。然后以侧视图为例，然后给它一个外场，这个外场可以给它施加迷墙场、摆动场、扶持震荡场和一个旋转场。然后这里以迷墙场为例，然后为了让我们这个速度快一些，我们给它先磁场强度设大一些，继续。然后呢，这里就可以根据我们外场设置的一个沿 Z 轴方向的一个磁场，然后呢，对它解算它这个形变过程，然后这个形变过程的这个动画也是逐帧在这里展示的。其实在这里有一个点，就是它哪怕你在这个中途给它设置，它沿 Z 轴的负方向去让它变形，它也可以有一个负向的变形。但结算过程可能稍微有一点慢。就是刚才是给一个正向的它向上弯曲的一部分，然后这就给一个负向的，它这个向上弯曲的这部分就会有再次下来。这个效果可能不是很明显，如果把它这个磁场强度调得很大，就相当明显。这动的效果就会更好一些。如果再给它向上，那其实这个过程跟它如果设一定频率的这个幅质震荡的磁场的话，它这个效果应该能达到是一样的。对，它就是说又会摆上来。那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位移云图这个曲线的变化，其实在中间这个部分它是完全没有任何变化的，因为中间这一块区域我是给它设定了固定，就是其他区域的这个其他区域的这个模块都是浮动的，只有中间这个是固定的，就是无论外场你怎么变化，它中间这个位置和这个形状都是不会改变的。所以这里给个200。然后为了让我们这个程序能够服务更多的人呢，我们可以就是给它单独做了一个这个交互中心，就是如果就是有做我们磁控软体微机器人的同行的老师或者学生或者团队是需要我们协助完成这个仿真的话，我们可以给到一个就是这个仿真的可编辑的程序，就是这里，就是我们会给到一个程序，这个程序呢，我们可以按照你们的要求给你们定制。首先是定制这个外场，就是这个外场
有4种外场，就是按照你们的要求给你们添加几种外场。一般情况下，其实大家用云墙场或者是旋转场会比较多。然后到时候就可以编辑这几种外场。除此之外呢，就是这个控制参数。控制参数呢，包括材料本身的一些属性，还有胜磁强度和磁化方向，就是针对每一个模块的胜磁强度和磁化方向。除此之外呢，就是这个力学分析，这个可以勾选上。这里我们为了演示，我们先把它全部勾选上，然后给它生成一下。生成好以后，它就会生成一个这样的压缩包。这个压缩包解压之后就可以直接运行。那么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运行的结果。就是点进来之后，就有一个这样的 exe 文件，可以点进去看它的一个直接运行它这个可执行文件。然后刚进来之后，它就会有一个这样的客户端，然后第一页是给你展示一下这个一些客户端的一些信息。对，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就是它会自动检测你电脑有没有 GPU，如果有的话，它会直接以 GPU 来运行，这样速度更快一些。如果没有的话，就只能用 CPU 来仿真，它的速度会很慢，而且很卡顿，容易崩溃。所以大家尽量还是虽然做了一些优化，就是如果它是 CPU 的话，你这个点云可能会给它做一些抽样，这样的话能提升它的速度。然后但是呢，尽量还是使用有 GPU 的电脑。然后点进来之后，这个第一个就是它可以设置它的模型和外场。然后这里可以看到我们底层设置好了，针对这个模型呢，我们给它分了5个块，然后每一个块呢，其实都可以按照这个我们的需求去给它定制它的这个参数，包括它的磁场强度，还有它的磁化方向，以及一些别的一些力学参数的一些性能。然后这个视角呢，其实也可以换。你可以用手去拖动它，但是手拖动它效果其实有点卡顿，所以但是这个视角其实很重要，这个视角就决定了你后面仿真出来的结果，它的视角就是以这个视角来固定的，所以大家可以选择一个比较好的视角去在这里预设好。除此之外呢，就是外场，这个外场可以给它设置云墙场、摆动场，然后复制震荡场和这个旋转场。那这里你讲一下这个复制震荡场，它可以设几种波形，包括正弦波、三角波和方波以及锯齿波。然后我们还是以云墙场来演示。你刚才是演示一个向上的，这时候我们可以演示一个向下的。比如说给它一个负的，然后在这里就可以直接运行它这个仿真。这个仿真运行过程中其实有2种模式，一种是位移云图，就是最常见的模式；第二种就是应力云图。这个应力云图呢，其实跟位移云图很相似，就是最后产生出来的这个云图的结果呢，是以应力的变化来展示的，而不是以位移量的变化来展示的。然后这里推进的步数呢，因为我们展示，我们可以给它设稍微快一点，比如说给它设到500。就正常情况下，你这个帧数设的越小，它这个最后演示出来的这个动画效果会越好。但是我们为了让它速度快一点，给它设500。哦，这个我们内置了一个参数，就是最大给它设到了300，所以设置500，它这个依然是按照300来运行。但是这个求解器就是用 GPU 来求解的。这个我们求解过程做过优化，所以它这个仿真速度还是相当快的。就是给它这个点云做了抽样，就是不是每一个点都给它做结算。对，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它仿到100%之后，它还需要进行一段时间的结算，所以暂时先不要动，不然它可能会崩溃。就是我们这里设置的1万步，也是让它放到0.003秒，3微秒。最后仿真完之后，其实可以看到一个这样的预览效果。在这里其实有一个动画，这个动画我们可以给它播放一下，播放一下。然后它这个播放的速度其实很快，就是如果你前面这个帧率设的很小的话，它其实这个播放速度会更流畅一些。然后可以导出它的这个视角，然后我们可以看导出的这个目录。在仿真过程中，其实它这个是不需要你点这个最后一步导出数据的，就是你点了这个导出数据，它检验完导完数据之后，就会自动把这个程序退出去，所以尽量不要点这个，直接打开目录，然后我们这个有一个output 的文件，就还是在刚才那个安装包里，这儿有一个 output 的文件夹，然后点进去就是你
做这个仿真的一个结果。因为这个仿真我们之前演示过一次，然后这是上一次的，它帧率会比较高，然后它得到的一个动画效果可能会比这个更流畅。总之，它得到这个动画就是一个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动画，演示效果会旁边会有一个色带。这个就是帧率是50的时候仿出来的一个效果，可能会比这个更流畅一些。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看我们这次的仿真，就是它每仿一次，这个里面就会多一个文件夹。这次的仿真结果呢，其实在放在这里边，它会有3个视角的这个图，就是你最后可以直接放在论文里的这种演示图。然后除此之外，还有它的这个曲线，包括这个外场的变化曲线，就是你这个给施加的它这个场墙，比如说我们这里给了一个 z 轴方向的恒定场，所以 x y 方向都是0，z 方向是一个-100毫 t。然后除此之外，就是还各个模块它这个随时间变化这个行为量的一个曲线。这些内容其实在这个文件夹里都有原始的参数，大家可以如果需要的话可以重新绘制。然后这个是它的几个过程态，就是生成视频需要的这个图片。除此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应力仿真，就如果我们选应力的话，它这个可能仿真速度会稍微慢一些，但是我们给大家演示一下。最后我们仿真得到这个结果，就是它关于应力的一个导出结果。然后在这个仿真结果里面，其实也可以看到关于这个，首先这2个是位移的图，然后最后会有一个应力的云图，然后也是可以直接呈现的。然后除此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些曲线，就是关于这个应力随时间变化的一个曲线。然后这些数据也都有，这些数据都可以在这个文件夹里找到。但如果要绘制的话，可以重新绘制这个曲线图。一些关于这个应力的一些分析过程，就是包括每个区域的这个应力的变化过程。然后它具体的这个数据文件也都是有的。然后这个是个过程态。最后呢，我们也可以把它导出来一个 MP4。同样这个也是一个 MP4的一个演示文件，就可以这样把这个展示因为这个可能有点丢帧，就是这个演示效果想要达到越好，这个前面这个仿真过程中的步长就要设得越小，但是它可能就会出现这种丢帧的情况。但是在这里我们为了演示速度快一些，所以在这里设到了最大。正常用的话可以设成50，这样的话后面效果可能会比这个要好很多。然后这个就是所有的它这个功能的演示过程，然后后面还可以接着再去前面给它调参数，然后再继续重新运行这个仿真程序。除此之外呢，除了像这个一样一个简单的模型以外，还可以对于这种哪怕是这种非常复杂的模型，其实也是可以去给它做仿真的。那么这种复杂的模型呢，它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粒子点云会比较复杂，然后网格也比较复杂。这样的话做起来以后，它的计算速度可能会非常的慢。但是我们也做过一些优化，然后可以让它的这个点云给它做一些抽样，然后再去给它优化它的这个仿真速度。然后除此之外呢，对于这种比如说这种类似于这种网格状的这种模型，其实也是可以仿的，但是它的胜词方向的这个设定规则其实就是和这个分块是不一样的，因为它的胜词方向是沿着它这个曲线来完成的，所以只能修改它的这个胜词强度，而不能修改它的这个胜词方向。但是最后的形变结果也是可以和预想的一样的。